香脆多汁的蜜棗是低調的台灣之光，你知道嗎？只有台灣培育出的蜜棗能夠鮮食吃。東南亞國家的蜜棗體積比較小，果肉也沒有台灣種的甜，通常都得沾醬吃。而在高雄有一對年輕的情侶檔，剛大學畢業，第一份工作就是當青農種蜜棗。原來男生因為從小跟着爸爸在蜜棗園跑來跑去，知道台灣蜜棗很好，決定回家跟爸爸一起種蜜棗，還說服女友一起加入，希望能夠翻轉務農是沒念書的人才會做的辛苦活這種刻板印象。這個可以啊，這個可以啊。蜜棗園裡，這對年輕情侶背着大袋子，小心翼翼地穿梭在樹梢間，尋覓成熟的果實。一進棗園，你就會覺得說，哈，這個綠跟這個綠不是都一樣嗎？但其實它們不一樣，就是它們的成熟度，就是這會比較偏黃綠一點，然後這會比較青綠。對，就是它的成熟度其實是需要經驗值去判斷。陳怡萱大學讀的是會計，但自從和家中務農的學長林陽杰在同一堂農業通識課相遇後，決定踏入這個領域。高雄的夏天真的超熱，然後真的要很早起，然後有時候是真的会起不來，然后就是快要中午大概9點10點就會超級熱。我女朋友的時候，其實是從她大2的時候被我因為疫情的關係。然後被我拐來這個鄉下一起跟我做事情，然後慢慢的熟悉之後，我就跟他說：“哎，那你畢業以後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做？”其實我們家會開始種蜜棗是從我爸爸那時候開始的，是在20幾年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果園的樹頭都是蠻久的。哎，對。看到這個肚臍啊，然後這邊會比較黃。林陽杰的父親林中和靠着多年經驗，一眼就能從蜜棗的肚臍判斷果實成熟度。像這個，我們都會看到的話，就馬上給它摘掉，因為怕它裡面還有小的果實蠅的卵在裡面。原本擔心自己年紀大了，是不是有一天得被迫放棄這片相處一輩子的蜜棗園？沒想到兒子一畢業，還帶着女朋友一起回來幫忙，讓他相當欣慰。我就怕他們不習慣，做不下去。結果還好呢，他還蠻認真的，對，所以現在就看他們兩個以後能不能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就不要當這個台灣的農業就這樣沒落了。日本啊，他其實會跟我們講說一個東西，他想要找台灣 Apple 青蘋果，台灣的青蘋果。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結果原來他指的就是我們的蜜棗。從小在蜜棗園長大的林陽杰很清楚，蜜棗是低調的台灣之光。他希望自己能在這個領域盡一份心力。因為我們台灣的改良技術，所以我們台灣的蜜棗其實是全世界最大顆的，而且也是水分最多的。然後每年他其實都會辦一個蜜棗的研討會，都會在台灣進行。然後全世界的人都會來台灣去探討這個蜜棗的進步跟那個改良的成果。放眼全球，只有台灣的蜜棗又大又多汁，可以直接吃。國外的蜜棗體積小，果肉水分少，也不甜，通常只能沾醬吃。這個是尊農等級的蜜棗，它呢大致上是5兩多以上，不過像這一顆應該有6到7兩這麼大的。看到台灣蜜棗的價值，大學一畢業就決定要繼承衣缽，守護爸爸呵護多年的蜜棗園。果園裡面總共有種了3種品種的蜜棗，一個是11號蜜棗真蜜棗，然後12號蜜棗真愛蜜棗，跟我們13號蜜棗雪莉蜜棗。
這3種蜜棗產季一個接一個，過年前後都能採過，不僅讓鄰家人有更充分的時間採收，也因為口感各自不同，能提供市場更多樣的選擇。像這一顆啊，有這個黑色的點點，它是這1-2年比較流行的脂子菌，不過它只會影響外面的表皮，並不會影響到裡面。但是我們這個會打入我們的洗膚澡，所以它自己吃其實是很 OK 的。跟在父親身邊久了，也漸漸有了一雙火眼金睛，還能拿起電鋸分擔相對粗重的農務。它是授粉树，也是我們的澆花樹。它其實果實並不好吃，但是有它，我們要吃的果實就會生長得很好，也会着果的比較多。不過呢，我們在結果完後啊，我們就会把它鋸掉，不然它會搶我們蜜棗的養分。這個都需要好幾10年的努力，然後去田間去做試驗，才慢慢的推出。然後很多之前的品種其實就慢慢的淘汰了。哎，這顆不行嗎？有黑點。採收下來的蜜棗過了機器初篩，到了蜜棗情侶檔手上還得檢查再檢查。太長了會刺傷棗子。我們的品質一定要顧好，有品質才有回頭客。充滿年輕創意的他，也勇於嘗試蜜棗入菜，希望自己的料理技術純熟後，能舉辦食農教育課程，讓更多人知道蜜棗的好。其他家都是用白蘿蔔配烏魚子，但是我們家因為蜜棗很多，所以我們就是用蜜棗取代掉我們的白蘿蔔去做搭配。把蜜棗切成小塊，再搭配烏魚子、小番茄，成了一串串色彩繽紛的小點心。挑選的是我們12號蜜棗，它剛好脆口，很適合做越南春卷。自家院子摘下的草莓、金蓮花等蔬果，和大量蜜棗片一起包進透明春卷皮中，就成了創意十足、好吃好玩的蜜棗蔬果春卷。可能大家都会认为说農業是不是很苦啊？夕陽產業對不對？但我覺得農業不是只有這樣子，它是有很珍惜、很開心的一面。我希望呈現這一面給大家，而不再讓農業是一個很疏遠、很痛苦，你沒有讀書才能做的行業。是15顆。那這是什麼的？特選。希望讓我們的果園可以成為大家最親近的棗園，最親近的土地，就讓大家與土地可以有所連結，不再是有距離的感覺。它的返鄉不只為家裡的果園帶來延續可能，也為台灣的農業注入活力與希望。